我不是加班睡着了吗？这是哪儿？我怎么会在牢里啊？公子啊，公子你怎么了？你别吓我呀！公子啊！我没做梦啊！我穿越了，成了古代第一首富的纨绔儿子。因为当街调戏，不对，是追求一个神秘女子。这是，光天化日之下敢调戏美女？不是我跟她认识。你们放开我呀！然后我就要被流放岭南了。这谁给我下的套？在古代被流放岭南，那不跟送死没区别吗？公子，你别担心，老爷已经替你打点好了一切，你现在就可以出去了。真的？那我不用死了？你没骗我吧？公子，我怎么会骗你呢？就是家里的银钱可能大概有些不够用了。苏璇，解开镣铐，赶紧滚蛋！下次你就没钱打点关系了。没钱？我爹首富能没钱？哼！只要我本分守法，你看吧，小爷的好生活就要来了。走，回家。这就是苏家。首富苏家那个畜生回来了！打死这个处处留情的纨绔，我要为天下女子报仇！真他妈刺激啊！您怎么还笑得出来？这帮刁民平日里捧着公子要银钱，现在居然倒打一耙，骂您是纨绔。就是啊，平时这帮人见了我像老鼠见猫，今日怎么敢如此待我这个首富公子？难道家里出事了？对了，我那首富老爹呢？儿子回来了！公子，您这还有一块绿的呢。谢谢啊，走。爹，你们怎么坐在这儿啊？而且看上去如此的落魄。你还有脸说？要不是因为救你，我们苏家怎能倾家荡产，沦落到如此地步啊？真破产了？我才刚穿越过来。你在大街上调戏的女子是圣上的人，我交出苏家所有产业，上面才肯放你出来的。还是因为我破的产？都怪你！要不是你，我们也不会落到现在这个地步。就是，别再祸害我们了。算了，都少说几句吧。雪儿活着就是好事儿，钱没了还可以再赚。也怪我苏家空有祖上留下的资产，没有行商，这才被上面视作金库。这100两是咱们家最后的家底了，儿子，咱们还是回乡下种田吧。老爷，至少大家还能混个温饱。我这个爹还真是又窝囊，对我又好。这个事儿因我而起，我一定努力赚钱，让大家回到首富的生活。我一定努力赚钱，让大家回到首富的生活。努力赚钱啊！信你赚钱，还不如回乡下种田。你这钱不拿去花天酒地，我呀就谢天谢地了。幸好我机灵，藏了1罐盐，咱们乡下还能吃。盐？古代没有精盐，而我恰巧懂提炼精盐的方法。如果能大批量的提炼精盐，那岂不是能大赚一笔啊？爹啊，这钱和那盐我都拿啊！您放心，我肯定能把钱赚回来，相信我。拿来，等我。败家子，怎么办呀，老爷？柔儿，
把水烧开。公子，你这是在玩什么呀？我在提炼细盐呢。柔儿，继续添柴。好嘞。这就是细盐了。公子啊，这盐还能这么晶莹剔透呢？当然了。不过，这真的能卖出价钱吗？哎，你就瞧好吧。走，咱们卖盐去。走。掌柜的，这位客官要买点什么？我来找你谈谈合作。合作？合作什么？合作贩盐。免了吧，我们老板可是出了名的盐商，不需要跟别人合作。我话还没说完呢，你先别着急拒绝，打开看看，咱们再说呗。这么精细的，是盐？尝尝。味道真正，可以，怎么合作？这样，你们呢承担所有的成本，我出技术，收益的话，我分6成，你们4成，如何？6，我们4，对，还要我们承担成本，这个不妥吧？看来掌柜的还有顾虑，没问题啊。这样，你提供些粗盐，我现在就去后厨给你提炼，最后咱们看成果再合作。行。这是你制出的细盐？掌柜的，怎么样？这盐品质如何？这要是推广出去，生意少不了啊！我现在就要开始推广这细盐。伙计，你去挨家挨户向富足人家推广这细盐，这细盐一定能卖出去啊！好的，掌柜，我这……天都黑了，怎么还没消息？这些盐要是卖不出去，我怎么向老板交代呀？陈掌柜啊，不必担心，贵行的客户都是富足人家，你们一个一个上门推销，凭贵行的信誉，不至于60几斤细盐都卖不出去。没这么简单啊！万一这些盐卖不出去，一切损失都得由我来承担。你放心，一定能卖得出去。掌柜，掌柜的那60斤细盐呢，全被张太守买了，全都卖了，都卖出去了，都卖出去了。好啊，好啊！怎么样，陈掌柜？我说的不错吧？这100两是定金，咱们现在就签约，以后合作卖细盐，一定能大赚特赚。陈掌柜果然会来事儿啊！不过今日天色不早了，签约的事儿，明天叫上你们罗老板来我府上谈。今日我们先撤了，走吧。苏公子您慢走，咱们明天见啊！喝，怎么不喝死你？明天我就带着女儿回娘家，省得跟着你喝西北风。不就100两银子吗？你至于跟我发这么大的火吗？那是我们的救命钱，你全给了那个败家子儿，我们怎么活？爹，老爷，哟，大公子不简单呐，这么快就把100两银子霍霍完了。您以往一天的花销可是几百上千两的，这才100两，真是委屈您了。这事儿本来以为要花钱的，结果1文钱都没花，反而还赚了100两。这是本金，还给你。儿子，你居然赚钱了？这是我跟别人合作卖细盐赚的。不可能，就算老爷亲自去赚，半天也赚不了100两。就是，以前他只会败家，哪会赚钱啊？我看是偷来的，还差不多。我钱去哪儿了？哎呀，刚刚光顾着装逼，忘了拿钱了我。哎，公子，这是陈掌柜交代我的，一定要亲手给你的100两定金。姨娘，信不信由你，
可这赚的钱假不了。你怎么做到的？才半天时间。大公子这是转性了，不愧是老爷的儿子。我儿出息了，这么多年，第一次见回头钱呐。爹，那我先去休息了，明天一早还有生意要忙。好，走。哎呀，恭喜老爷，太优秀了大公子出息白了。两啊！苏洵，我知道。你起来了没啊，苏洵？你昨天做什么缺德事儿了？罗老板带着他女儿找上门来了，你快去把他打发走。罗老板又不吃人，你怕什么？这个罗老板以前和咱们家是死对头，现在苏家败落了，他会落井下石的。他上门，我去见他就是了。儿子，别去，爹都不敢见他。咱们家现在可不如从前了呀。哎呀，好了，没事，我心里有数，放心。让你久等了，罗老板有失远迎。罗老板有失远迎。罗老板，若犬子有冒犯之处，还请您高抬贵手。还年轻，不懂事，难免会冒犯您，还望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呀。苏伯父，您误会了，苏洵少爷不但没闯祸，反而立了大功，我们巴结还来不及呢。苏老板，你真不知道吗？我该知道什么？我呀，炼制了精盐，帮罗老板解决了盐瘾的问题。想必罗老板今天来是来谈合作的吧？没错，苏大少爷，你帮了我大忙。我们罗家要独家买你的细盐。你真会做细盐，你要有这本事早拿出来，我们苏家也不会到如此地步啊。爹，淡定淡定，现在也不迟。既然如此，就按你昨天说的4-6分账。苏公子意下如何呀？没问题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签协议。罗老板，那我们便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来，有罗老板的帮衬，咱们苏家必能东山再起。来，苏公子，您刚才进来的时候，看见巷子口那顶红旗轿子了吗？没有啊，怎么了？那是徐航的轿子啊，徐总兵的儿子，就是害您入狱的那个女子柳碧瑶的未婚夫。徐昂，原来就是他下套害我家破产。哟，这是苏大老板啊！哎，我不是听说他们苏家快破产了吗？你这架势是想东山再起呀？来的真不是时候啊，得稳住，不能漏气。哎，徐公子，别来无恙啊！这是我们两家的私人恩怨，今儿个你最好少插嘴，免得影响我们两家的和气。今天是我做东，给个面子。不给，这小子坏了我的婚事，我得找他算账。徐公子，犬子当日也是无心之举，还望你高抬贵手啊！高抬贵手个屁！我告诉你老头，你儿子把我给坑了，我必须得找他算账。哼，你想怎么算？我呢是一位读书人，有文人的风骨，不屑啊用权势。上钩了，只要不拼爹，文斗我怕什么？好，那咱们就文斗，诗词对联你来选。若是你赢了，我随你处置；若是我赢了，咱俩之间一笔勾销。你也配跟我比？配不配的，比比不就知道了。好，这可是你说的，那就我先来。月挂天上照长河，乱我心忧叹蹉跎。我欲登峰无去路，沉沦书海我自乐。哎呀，好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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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，好啊，好诗！完了，苏洵，你不是要比诗词吗？我倒要看看你这纨绔能吐出什么象牙。这时代是西汉前后，李白的诗他们绝对没听过。赌对了，花间一壶酒，独酌无相亲。举杯邀明月，对饮成三人。我儿子果然有本事，这诗比文人榜的才子写的还好啊！对仗工整，
寓意深远。公子，没想到你还有这等才学。这诗绝了，我苦学10年也写不出这等意境。这上古之子怎么看着像苏洵？不可能，你绝对是抄袭！以你的水平，不可能做出这样的诗，绝对是抄袭！见过万柳先生。见过万柳先生。不必多礼。刚才那首诗是你做的？是小生即兴之作。记忆里，万柳先生和太守方中关系好，方中经营铁器和盐，要是能搭上关系，以后徐家和罗家都得对我客气点。年纪轻轻竟有如此的才能啊，真是前途无量。不知你以何谋生啊？可有考取功名的想法？我可为你牵线。多谢万柳先生，小生有想过，只是小生还有一桩官司没解决。哦，我倒想听听是什么官司。万柳先生，犬子之前被人诬告强娶民女。既然是以前的官司了，不必理会，我自会上告方太守。苏公子，你有如此才德，几日后瘦西湖畔的诗词大会，公子定要参加。届时方中方太守也会到场。如若苏公子真是有经纶才学，愿意造福百姓，我可推举。这方中可是太守，结识一下，对我生意只有好处没有坏处。多谢万柳先生，在下一定赴约啊！多谢万柳先生。哎呀，财无权不稳，权无财不立，要闯事业，这2样都得要。结识这方太守，可谓重中之重。你个坏胚子，我告诉你，今儿算你运气好。徐公子，你可是还想比第2场？算你运气好，咱们走。哼，慢走啊你！苏公子，那我也先告辞了。坐。儿啊，爹有话跟你说。爹，你是不是想让我入朝为官？做官有什么好？捞不到钱还可能杀头，我们要利用官宦权力为我们来谋福利。那个万柳先生看上你才学，你和他搞好关系，比如权钱交易，买通经济司官员，或者送美女，让咱们家风生水起。这便宜老爹简直是当代行贿典范，放到后世得蹲5、6年大牢。爹，您说的有道理，但咱们还是先回家吧。走。柔儿，以后不用起这么早，我可以自己洗漱的。公子，是不是我头发给你梳疼了，还是衣服没熨平，你不要我了？怎么会呢？我疼你还来不及呢，怎么会不要你啊？可我是你买来的，要是公子都不要我了，那我就只能去街头要饭了。柔儿家乡遭旱灾，父母饿死，我被哥哥卖到妓楼，幸好苏公子高价买下，没让我受欺负，成了苏家唯一真心对我好的人。公子是除了老爷外唯一对我好的人。柔儿放心，我以后保护你，永远不会让你流落街头。那我帮公子梳头发吧。好，梳完头我们就去诗词大会。哦，对了，柔儿，今天的诗词大会，柳碧瑶是不是也会去？公子，你问他做什么？当日强迫他一事，我记忆模糊，总觉得自己没做过那种事情。公子，我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。柔儿，但说无妨，我不怪你。公子，你是被陷害的。徐昂之前找我，要我给你下毒，柳碧瑶姑娘的事，说不定也是他们的圈套。什么人敢动我？当时你喝了那瓶酒，就发了疯找女人，然后柳姑娘就出现了。公子，诗词大会一定要小心，再小心啊！柔儿放心，我听你的。柔儿对我这么好，要是能娶她，肯定是贤妻良母。公子快走吧，诗词大会已经开始很久了。好，走吧。
哎呦，你这小婢女竟然敢掐本公子！谁叫你看那些大家闺秀用那种流氓眼神？我这叫欣赏美。再说我也不能闭着眼睛走路啊。你还生气了啊？第一次参加就迟到，这诚意够足的呀！还以为是啥大餐，不过是个毛头小子。这位是苏公子。万柳兄，既然这么看重这位大才，何不给我等介绍介绍，让我等也瞻仰瞻仰。就是，扬州啥时候有这等人物？这位是扬州苏家的苏洵呢，前些日子红遍整个扬州的花酒诗，诸位该不会没听过吧？那首酒入桃花面，竟是这后生做的？就连太守先生都表在书房。扬州苏家不过是商贾之家，苏洵那纨绔天天泡在烟花巷里，怎能参加这诗词大会？不要乱讲。万柳先生，您收徒弟的眼光是越来越差了。斗诗词就斗诗词，说这些废话做什么？我是受万柳先生之邀来的，轮得到你在这指手画脚？你，诗词大会比的是才学，旁门左道，登不得台面。好了，众位以瘦西湖为题，各展才学，开始吧。万柳先生，这边。先生，上面那位可是方中方太守？正是。这次诗词大会的评定官也是方太守。这听闻方太守平日酷爱诗词，那我今日可得好好表现一下了。对了，这大会的规则是什么？我之前没有参加过。没有人告诉你吗？我第一次来这种场合。规则很简单。方中宣布主题后创作，最后大家评定出最好的。这里这么多的人，如何评出最好啊？那些拜师的弟子肯定有私心呢。这个没有细化的标准而且往届冠军都是同一人。不会是何玉吧？正是何玉，扬州年轻一辈最有希望的文士。果然是他。这油头粉面的家伙真有这么牛逼？我还以为他是个无能的废物。他虽然有点傲气，倒是有些文采，不然也不会被我赶走后立刻改换门庭。谢谢先生。何公子，快作诗吧，我们都等着拜读呢。就是，您不开始，我们岂敢动笔啊？多谢方太守，那在下就献丑了。登台而作赋兮，与众友之娱情；见高朋之满座兮，赏众宾之高坐；察天地之明堂兮，明自身之所措。今日作赋，还请众宾指教。好啊，好。何公子大才，这首诗直白又有寓意，比寻常人强10倍，朗朗上口，果然是名家风范。各位过奖了。跟李白、杜甫比，这些人连提鞋都不配，我都犯不着搭理。要我说，还真是献丑了。让我来2句吧。天门中断，楚江开，碧水东流，至此回。两岸青山相对出，孤帆一片日边来。好诗啊，诗豪迈又飘逸，就像真的站在天门山看那红日白帆。这一景咱一辈子也写不出来啊。苏公子，你这诗妙啊，青山白帆全在字里，活了。师傅，你
那到底有什么仇啊？弟子爱慕柳碧瑶很久，上次和他吟诗，苏洵用诗让我丢脸。因为女人？弟子和柳碧瑶真心相爱，是苏洵横插一手。万柳门下能有什么好东西？那诗词大会就让他赢。他的诗的确比你强。我宣布，本届诗词大会冠军苏洵。恭喜苏洵公子啊！各位过奖了，只是即兴之作罢了。苏公子，老夫方才还担心你被名利侵蚀，现在看来是老夫格局小了。名利自然重要，但这区诗词大会我还没放在眼里。你好大的口气！商贾之子也配在这里吹嘘？你有什么本事？原来这世上最愚蠢的人竟然坐在我旁边。什么意思？一个商贾之子能来参加诗词大会，你该心怀感恩。感恩？我？恭喜苏公子夺得了魁首，可苏公子人品不行，怕是进不了官府做官。此话怎讲？你做的事难道要吞回去？我若是做了伤天害理的事，自然会有官府来惩治，轮得到你在这说？况且我和方太守和万柳先生在一起，你的意思是他们也是人品低劣之人？我可没有说他们。柳姑娘一言九鼎啊，难道要把刚才说的话吞回去？我，圣人说有错能改，善莫大焉。你刚才要是承认自己无中生有，我便不跟你一个女子计较。苏公子说得对，方太守和万柳先生都邀请过他，怎么可能是道德败坏之人？我没有，明明是我占理的。诗词大会是比才学的地方，若对谁有不满，请拿出证据。柳姑娘，你有证据吗？我没有。没有证据？那你在这乱说话，平白无故污了别人的名誉，传出去可丢份儿。你凭什么说我？本公子善良，不与你计较，但是下次再乱造谣，休怪我不客气。你有什么资格说这话？你不过是个……我可是本次诗词大会冠军，你呢？一个三姓家奴也配跟我这样说话？你胡说什么？你何玉先跟着万柳先生，又投莫斋先生，再加上自己的姓何，这不是三姓家奴是什么？这在场的谁不清楚？你颠倒黑白，我那是……够了！卫兵，拉出去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苏洵，我跟你势不两立！方太守公正，在下佩服。苏公子，下次别这么犀利。苏洵，原来何玉是这样的人呐！苏公子还真敢说话呀！这柳碧瑶说话这么没底气，看来当日之事确实另有隐情。不过今日我的目的已经达到，怕是那方中已经对我另眼相待了。常福啊，哎，你说我跟万柳先生的诗词谁更好啊？哎，公子，常福呢没见过什么世面，不过你的诗词得到了万柳先生夸奖，那自然是更胜一筹啊！千穿万穿，马屁不穿，这话说的倒是舒坦。你小子还是会说话，前途不可估量啊！马屁精，柔儿真可爱。可爱啊？什么是可爱啊？这可爱嘛，就是好的意思。哦，哎呀，我从来都没听说过这样的词啊！公子真是大才呀！又来。哎，什么味儿啊？蛮香的，看看。哎，卖烧饼。老板，哎，这卖什么？烧饼，看看，要不来一个？来一个。哎，好嘞。来，你拿好，你拿好。好吃哎！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烧饼。哎，你们尝尝。
你要觉得好吃，要不给2位一人来一个，不贵，1文钱，1文钱一个。哎，老板，你这一天能做多少个？又能卖多少？我就做100个，大概卖80、90个。古代小吃纯天然，这整合起来，说不定比细盐还赚钱。你这饼味道好，未来跟着我们苏家干怎么样？跟苏家？跟你们有什么好处啊？每个月给你发月钱，不用守摊儿。哎，所有的销路我来找，并且我包你的饼卖进大汉皇庭。还有这好事啊？您说的是真的吗？当然，我苏洵说一不二。再说了，扬州苏家没听过吗？苏洵啊，您就是苏洵？当然。那个，公子，这个饼钱我不要了，您快走吧。哎，不是，等，你为什么听到我是苏洵，这饼就不卖给我了？不是，我得罪过你？没有，只是我第一天来摆摊，听说苏洵是扬州最恶毒的公子，小的得罪不起，实在是得罪不起啊。刚才还觉得这身份不错，转头就被骂恶毒，真是打了8倍的血霉了。我告诉你，你别敬酒不吃罚酒，我带你赚钱给你月钱是你该高兴的事儿，你答不答应？答不答应？答应。哎，这就对了。放心啊，我苏洵说一不二，我说带你挣钱一定带你挣钱。再说了，我扬州苏家能骗你个卖烧饼的？对，苏公子说的对。哎，明天上苏宅找我好，走吧。烧饼给您。哎，不用了，明天再来。乖。公子，这家烧饼他为什么让你这么重视啊？他家烧饼虽然好吃，但也不值得你这么执着吧？这不只是烧饼好吃的问题，最重要的是，你想，整个扬州城知道他的饼，但周边的县未必知道。如果我们宣传包装之后，让周边的县都知道他的烧饼，甚至火到了整个江南郡，到时候在这个饼上印上我苏家的名字，哎，这不就是天然的宣传渠道吗？宣传是什么？就是说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苏家，还有苏家的生意，这样就会有源源不断的人找上门来和我们合作，我们也能赚到更多的钱。哇，好吧，公子，你总能说出我听不懂的东西。哎，以后就懂了。走，回府。柔儿，别忙了，来。公子你真是个坏人。好了，不跟你闹了。那个卖烧饼的来了吗？哦，来了，他现在在柴房，说要尽快见你。柴房？公子，他坚持要住柴房，我本来想给他安排在客房的。好，我们去看看他吧，走。哟，洪老板，你怎么躲在这儿吃烧饼呢？苏公子，我不是偷东西啊，这是我自己带的。我知道，不是安排你住客房了，怎么跑来这儿？我就是一卖烧饼的，哪配住苏家好屋子，无功不受禄。那咱们谈谈合作。这样，我苏家收你的摊位，每月给你银钱，还给你提供原料，但你呢，要按照我的配方去做烧饼，卖的钱嘛，归我苏家。你的意思是我给你打工？差不多。对了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洪福，父母盼着我有福气。那你现在找着福气了，跟着我们苏家，未来有你的好日子过。好。这毛头小子懂什么？我做的烧饼才是最好的。公子，您该吃午膳了。好。这样，你明天搬去东厢房住，就别在这柴房里待着了。苏公子，我说了，无功不受禄。嗨，
你只要按照我的配方做出我想要的烧饼，也就算你立了功。今天呢，走，请你吃顿好的。真的？走。哎，好。还有什么问题要问的？有的话抓紧问。没啥了，我就想问问，这烧饼摊儿啥时候能开啊？我一天不干活就浑身难受啊。你别着急，从今天开始，你不用再做原来的烧饼了，我来教你点新东西。啊？我学习？我扬州城烧饼一绝，他一个毛头小子也配教我？怕不是疯了吧？这学习呀，犹如逆水行舟。你现在有点地位，不虚心，迟早要被这时代抛下。我可以教你做更好吃的糕点，明天来找我便是。哎，走，柔儿。这小子说的好像有点道理啊。公子啊，你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我在做个好东西，到时候让你知道什么是天下最好吃的糕点。啊，公子啊，你真的要当厨师啊？士农工商，读书人入朝为官才是最高贵的。苏家挤破头想当官，就是为了改变命运。可公子放着仕途不走，经商也就罢了，还做糕点，这不搞笑吗？公子啊，我要是你有这样的文才谋略，肯定走仕途入朝为官呀。况且你还有方太守这样的关系，日后肯定顺风。你也觉得入朝为官才是最好的选择？可你想过吗？这一年有多少官员是被皇帝斩首的？他们当官的时候，是不是也跟你想的一样？我见过农村人用玉米、苹果做酵母，工序不复杂，2-3天就能做出来，加上几个小时做面点，很快就能做出松软的糕点。这东西肯定会被追捕。公子啊，你要是去做糕点，能有什么前途啊？难道要一直当糕点师吗？当然不是，我呀，要成为这大汉第一商业之神，到时候我就是最牛的人。商业之神？等我成了这扬州的第一富豪，你就做我的小妾怎么样？公子，你说什么呢？我就是个小婢女，怎么能嫁给你呢？哎，别妄自菲薄，你很优秀。那你有相好的人吗？没有，柔儿是公子买的，就是公子的人。公子，这黏黏糊糊的是什么呀？这个是吃的，但是现在不能吃。这东西能促消化、护肠胃。这看着明明就是一坨糖嘛。糖？水果糖？哎，柔儿，把这个放进屋里，记住啊，不能太热，也不能太凉，要时刻去看它，记住没？记住了。来，记住就好。走，咱们先去找洪福吧。走。洪掌柜，苏公子，你可算是回来了，我已经等候多时了。哦，看来你很着急找我呀。那当然，我还记得上一次苏公子说要传授给我做糕点的方法。好，那我就让你见识见识什么才是真正的糕点。哎呦，那太好了！走，请。
好。加点酵母。苏公子，这是什么面啊？这个呀，叫做起面。你们做的面饼叫死面，唯一的缺点呢，就是不够蓬松。如果用起面的话，就会更加蓬松。蓬松？哎呀，试想一下，一个蓬松酥软的糕点上，加上水果、牛奶酪，再放点肉松，那是什么滋味啊？没想过。这面上好多气泡啊！这面还一股酸味儿，这就是起面的妙处。哦，等做出来你就明白了。潜意识我不是什么厨师大神，但做几个简单的发面糕点还是没问题的。就算简单，也肯定比鸿福做的好吃。来，洪大哥，来尝尝，我是头回做，味道呢可能会有瑕疵。我相信你未来肯定做的比我好。苏公子，这就是你说的什么糕点？可这跟我做的烧饼看着差不多呀。你尝尝，尝完你就知道差距有多大。柔儿，公子，这糕点是您做的对不对？肯定是你。来，柔儿，你也尝尝。小心烫啊！哎呀，放心，没毒，我怎么可能害你们俩呢？快尝尝啊！柔儿从来没吃过糕点。慢着，小丫头片子还敢碰糕点，混进来了！浪费粮食的贱胚，你是哪个院子的？我让老爷撕烂你的嘴！我让他吃的，有问题吗？苏洵，又是你！是我怎样？柔儿是我的人，我让他干嘛他干嘛，你凭什么指手画脚啊？滚蛋！柔儿，你放心吃，不够还有啊。你也尝尝。来坐啊，慢点啊，烫。松软又带点脆，还有奶香，这才是糕点该有的味儿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好吃。你们说这个要拿出去卖的话，能不能火呀？慢点，小心烫。苏公子，我做了几十年烧饼，没吃过这个味儿。公子做的最好吃了。洪师傅，现在该认可我的手艺了吧？苏公子，你简直就是个天才。你看你啊，这个经商也厉害，这手艺也厉害。那个之前多有冒犯。不必如此，咱们嘛，一家人不说两家话。洪大哥，自从你跟我们苏家做生意开始，咱们便是一家人了。这些糕点呢，只是一个抛砖引玉，这未来需要开发更多的款式，但这个就得靠洪大哥您了。苏公子，我一定竭尽全力。来，这个便是酵母菌的制作方法，你收好。苏公子，这可是挣大钱的东西，你就交给我了。当然，我还有个要求，要革新。这毕竟吧，我不是专业的烤饼师傅，开发各种新的产品，还是要看洪大哥的本事。毕竟这也是你的梦想吧？革新？没错，做这全世界最好吃的烧饼，这不就是你大半辈子的追求吗？苏公子，你怎么知道的？你看啊，我早就这街上有这么多的商贩，只有你每天在自己的摊前研究着烤饼的火候，还有发酵面团的时间。有梦想的人啊，从来都不普通。苏公子，我这点小事儿，你还记得？有梦想，谁都会了不起。以后啊，这苏家为你提供材料，你就放心大胆的去干。苏公子，在下一定竭尽全力。
不负公子的期望。好，不过我要实际行动，可不要空话哦。哎，好，好，那我们就先走了，洪大哥。哎，好嘞，慢走，走吧，柔儿。活了大半辈子，第一次有人把我的梦想当回事儿。苏公子，我洪福这条命，从今往后就卖给苏家了。哎，苏公子来了，掌柜。这是今天一天的纯利润，800两纯雪花银，你看。嘿嘿嘿。放心了吗？这是购买精盐的名单哦。大家都在问能不能扩大生产，都说咱们的精盐真是太好了，想买都买不到。放心吧。是的，罗家主本来是要亲自来请你的，可来苏家找了几次没找着你，就自己回去了。好，不出3日，我可以让精盐的产量增加2到3倍。这是真的？当然。这个名单写的不错，值得表扬。明天照例还是到苏府送300斤粗盐。好的，好的。这，儿子，你赚这么多，这些盐子是真的吗？当然，这只是昨天1天的收入。毕竟啊，我的精盐还是非常受欢迎的。哎呦，好，苏家要站起来了。这下放心了。慢点啊，精盐生意算是解决了，但这远远不够苏家一家的开销，我得想办法赚点别的钱。怎么回事？血腥味真冲！哎呀，这小二受伤了，得赶紧叫郎中来。掌柜的，快，你把那小二请进来，我看看。哎，好嘞。怎么回事嘛？来。哎呦，怎么摔这么严重？没事吧？哎，没事吧？来，您快来看看，快坐下。伤得这么重，古代只有中草药处理伤口不消毒，万一感染，小孩的命就没了，得用酒精消毒。哦，对，最烈的酒能代替。来，让我看看。哎，掌柜的，你去找一坛最烈的酒来。哎，好嘞，一定要最烈的啊！小二，拿坛最烈的酒来。不知公子拿酒做什么？不会是要庆祝吧？这庆祝？你把我当什么人了？他的伤口沾了脏东西，要给他消毒，不然他会烂的。消毒？那是什么法子？用酒精消毒可以帮他的伤口更好的愈合，并且能保证不感染、不留疤。公子，这是您要的女儿红，醉月楼最好的，一坛2两银子。要什么钱下去？快拿过来。这样，你们在这儿等我，我回去取一下我的设备。等着。苏公子，这个真的有用吗？当然，这未来我是要成为大汉第1富商的人，这点小事儿能难倒我？放心吧。哎，小二，这个呢叫驱邪扶正水，一会儿我用来给你消毒，可能有点疼，你得忍着点，不过保证不会感染留疤。你能接受吗？在下小命都是公子给的，我愿意接受。好，忍着点啊。不好意思，我倒多了。不过你放心，肯定没有副作用，过2天它就会痊愈了。怎么样啊，郎中？苏公子乃神医也，这伤口清理的比我见过的都干净。古人酿酒没蒸馏，酒精的含量不到10%，医用酒精要75度以上，蒸馏制酒得大量的投资，但是胜在紧缺有用。哎，这生意肯定能做起来，我得回去筹谋。接下来便交给郎中了，我先回去。苏公子，我送你。请。
薰儿，坐。你要的20坛女儿红到了，我们苏家可连米都快买不起了。你要这酒做什么？我本来是要做消毒的酒精，但后来想想，趁机会酿酒多好。大汉的酒都是糙黄酒，要是做出蒸馏白酒，富足人家肯定抢着要，苏家的地位就稳了。父亲，如今这市面上罗家、张家酿酒，但技术差。我呢，打算开个酒厂，取而代之，并且我开的酒厂专供皇帝，到时候我们苏家的地位便稳如泰山。你疯了！罗张两家是江南最大的酿酒商，朝廷官员、豪绅都认他们的酒。你要酿酒，必定要和他们起冲突。酿酒嘛，不过就是个技术活，我有信心能酿出比他们好10倍、100倍的酒。只要能让这些商人贵族喝到我的酒，他们一定会欲罢不能。你真有信心？父亲等着瞧吧，我会让你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商业天才。劳烦父亲将市面上所有的贩酒商全部叫到家里来，我要跟他们谈笔生意。信我便好。听闻几位便是在这扬州女儿红酿的最好的商家，我们苏家想要合作，怎么样？跟苏家合作自然是好，但不知道是怎么个合作法。很简单，你们加入苏家，做我们的下属。苏公子，你不是在开玩笑吧？这玩笑一点意思都没有。你们看我的样子像是开玩笑吗？既然苏公子要做我们的上家，想必苏公子肯定有足够的资本。敢问苏公子，你的资本是什么？哼，酿酒技术。我有比你们强10倍、100倍的酿酒技术。我要的是你们的工人，我来提供更先进的酿酒技术，保证酒品的质量，同时能够提升3倍的效率。你们赚的钱也会是现在的5倍。我们凭什么信你？苏公子是不是太把自己当回事了？哼！你们现在的质疑很正常，但当我把新酒酿出来，你们都会求着跟我合作的。苏公子，咱们都是扬州本地人，没必要闹得不好看。苏家的实力我们服，但是酿酒这行业并不是有钱就能玩的。我们在这行业混了几10年，这取料的火候，包括这发酵的温度，我们可是比自己儿子还熟啊！曲为酒之骨，你们现在用的大麦曲，比例10斤2配1斤曲，做曲要9天时间，发酵还要7天时间。这样酿出来的酒，酒精度不高，还容易，而且你们不知道，分2次投曲，第一次投3成，第2次再投7成，如此发酵会更加充分，让酒质更纯，并且速度变得更快。你怎么知道这些？苏公子，你真有更好的办法？当然，我新配的酒曲，用小麦、豌豆、大麦按照3:2比1的比例磨粉后调配，加入酒母发酵3天之后，便可成为酒曲。这投曲的比例是按照10斤2配半两曲，酿出的酒不酸不涩，是你们纯度的3倍。这成本还能低上1半。那苏公子为什么找我们？难不成是为了显摆吗？哼，这开门做生意嘛，讲究的就是有钱大家一起。你们有工人，有酒窖，还有渠道。我呢，既有技术又有钱，我们在一起合作，不出1年，整个扬州城的酒铺便全部卖的都是我们的酒。
再过2年，连那京城的王府都要来找我们订酒。那我们怎么信你？你要是骗了我们，柔儿，这是5000两，当做定金。明天我便带你们去见识见识新酒曲的酿法，后天我便亲自试酿。若是最后成了，你们的酒法当做入门，分红你们占30%，我占70%。若是我不成，这5000两当做是我给大家的赔礼。也罢，我认可苏公子的酿酒见解，但是酿酒需要30年的经验，这没有经验的人酿的酒。好啊，龙老板不信我也是情理之中，我便用事实来证明，我绝对不是在纸上谈兵。前一世我去茅台厂见过完整的酿酒流程，就算没有亲手做，也比这年代的酒强10倍。你需要多长时间呢？10天，10日之内，我酿出的酒必定碾压这所有扬州城的佳酿。苏公子敞亮，我信你了。好，是我们太小人心了。苏公子，带着我们赚大钱。苏公子大才，我们愿意跟着你。苏公子，若你能酿出你所说的佳酿，我龙家酿酒坊愿意入股。好，龙老板，拭目以待吧。苏璇，我一定不会让你得逞的。10日后见了，各位。父亲。轩儿，方才你找那么多酒商，你是真要做酿酒的生意啊？扬州酒价高，有钱可赚。你不要命了？龙氏是江南第一酿酒商，背后更有青红帮，那是掌控盐铁、农田的黑帮。你敢和他们抢生意啊？青红帮是什么？哎呀，青红帮是扬州最大的帮派，黑白通吃，就连官府也得让3分。你这样子是拿全家性命开玩笑啊！我们要做大做强，难免会跟别人起冲突，这不可避免啊。可青红帮实力强，我们小家族怎么合作？你想要做大汉第一商人？当然，我做事儿要么不做，要做就要做到最好。好，为父全力支持你。那就多谢父亲了。一家人还用说2家话。为父行商这么多年，今日啊，最开心。老爷，就算是现在，你在我心里也是最厉害的。就是老爷最厉害，我们还想去宏大戏院看戏呢。戏院算什么？璇儿现在能赚钱了，随便干点事都能赚任何事情的钱。璇儿，既然你要做酿酒生意，那龙氏的女儿红是当地最好的酒。我尝过，这酒啊，入口柔顺，但酒精度数不高，放久了还有股酸味，只能算是中庸吧。中庸？苏洵公子好大的口气，这龙氏女儿红是皇庭贡酒，你竟说中庸？是啊，口气太大了。皇庭贡酒？就这，我让你们知道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好酒。柔儿，去把我酿的酒拿来。是。爹，你就瞧好吧。嘿嘿。柔儿，快来。来，父亲，你尝尝。这好浓郁的酒香啊！这酒真比龙氏女儿红的酒还好喝呀！
我儿果然不是凡人，以后苏家的荣耀就靠你来续上了。是啊，老爷，要不是寻儿，咱们早就变卖田产了。您眼光真毒，还不是老爷教导有方。寻儿这本事随您。这个酒精含量20度，我还算满意吧。爹，你这酒量怎么样啊？还行。那要不把这都喝了吧？不了，如此佳酿，再喝就要醉了。噗！昨天的酒这么好喝，怎么醒得这么舒服？这点心跟嚼蜡似的，像现代的蛋糕了。公子，你醒啦？柔儿，不是跟你说了吗？不用这么辛苦的服侍我。昨夜公子非要让柔儿和你一起睡觉啊？我没对你做什么吧？没有啦。哦，那就好。对了，公子，昨天隆庆来家里闹事，说我们偷酿酒配方，老爷好不容易才把他们赶走的。龙家，好大的胆子呀！他们怎么敢这么明目张胆的？不过是打探下情报，盲目自信罢了。那公子，你要去找他们吗？不用，既然来了，之后便会。苏大家主，大事不好了！罗老板，我们合作了这么久，有话直说。你知道扬州的龙家吧？苏洵要进酿酒行，这不是和龙家抢生意吗？我听说龙家请来了杀手，要对他不利呀。杀手？昨日还诬陷我们偷酿酒的配方。是啊，我也是道听途说。这龙家的手段，你得小心呐。大路朝天，各走一边。龙家能做酿酒，我们苏家就不行。可这龙家的后台硬啊。实不相瞒，苏洵研究出了女儿红，可比龙家的酒好10倍。罗老板以为我是在虚张声势，苏洵与苏家是挖不尽的宝。这倒没错呀。苏家由衰为盛全靠他，但他现在竟要做酿酒生意，怕是要跟龙家起冲突啊。哼，隆庆那个混蛋，当年苏家势大，他不敢蹦跶，现如今倒跳出来了。你要和龙家开战？从今日起，苏家和龙家势不两立。龙家也休想得到苏家的半点支持，苏家也绝不买龙家的任何东西。说得好。洵儿来了，坐。苏洵，你……洵儿，你今儿怎么在这儿？龙家主动找事儿，我要让他们知道，苏家不是软柿子。洵儿竟如此果决，可龙家是扬州老牌家族，这一仗能赢吗？我本想和龙家合作，可他们给脸不要脸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。这会不会太狠了？对敌人仁慈，就是对自己残忍。龙家要动我，那就要做好承受后果的准备。苏洵，年轻人有闯劲儿是好，但太自信就是自负了。毕竟这龙家的实力……洵儿，你要扩展生意没问题，只是龙家在扬州根基深，如果……放心吧，旁人觉得难，但对我而言轻而易举。洵儿，那你打算怎么办？本想和龙家一起做这酿酒的生意，可他们给脸不要脸，那我也不用给面子了。明天起，苏家正式酿酒。哦，这就决定了？得去官府备案啊。对呀，不能这么草率呀。放心吧，我自有办法，让他隆庆吃不了兜着走。罗家主，这次多谢您的提醒，
不然这次还真麻烦了。哎，举手之劳。既然你要和龙家对着干，对你也是不小的挑战呐。无妨，做生意嘛，早晚要面对这些血雨腥风。苏家也是时候用手段来自保了。常福，少爷，你知道吴龙和张亮吧？就是那2个，我那无恶不作的纨绔朋友。知道。你去找他们，就说我苏洵在苏府找他们，有要事相商，让他们速来。是，我这就去。爹，放心吧，罗老板放心。少爷，人已经请到了。好，请他们进来。是。这俩家伙虽不是什么好人，但出身名门，如果能利用好了，苏家以后一定是一片坦途。原来的苏洵没干正事，倒是把这俩纨绔收拾服帖了，也算是贡献了。苏大哥找我2人来何事啊？是啊，大哥，有事直接说，我和吴龙一定办妥。哎，你俩这样子有点这一方官吏的模样了啊！别提了，大哥，我爹天天逼我读书，任扬州的官，我这头啊都大了。就是啊，他是文官，风吹不着，雨淋不着的。我每天都操练，皮肤都晒黑了。这在扬州做官啊，你们想的还是太简单了。哎，难道真就只打算靠你那点俸禄？那还能有什么呀？难不成我现在管盐铁公曹，还要搜刮那些平头百姓的纸膏？他们穷得叮当响。就是，我整天跟兵卒混在一起，怎么赚钱啊？你们啊不懂，一文一武在扬州城站稳脚跟，想要赚钱并不难。就算你们不赚，就不会去找能赚的人吗？比如我，最近做生意小赚，你们有权，我有脑子，挣钱那不是很容易的吗？大哥，你能赚多少啊？哎呀，没多少呀，昨天一天赚了800两，明天估计得2000两。哎呀，一般般，一般般。800两？认真的吗，大哥？你说的是真的？我还能骗你俩不成？怎么，不信？陈二贵亲自送的800两银子就在这放着。哎，你俩进来没看着那长条盒子？哎呀，带他俩玩，比我自己单打独斗有意思多了。常福，把我那箱银子拿过来，给2位看看。是。这可是雪花银呐！800两雪花银啊！这还有假？我怎么感觉有点眼花啊？眼前的这一切都是真的吗？行了，看完了回去吧。大哥，这真赚这么多？张亮，哎呦，吴龙，我今儿找你们来呀，是真的有事找你们帮忙。若是你们能帮得上我，以后这银子咱们一起赚。大哥，你说什么事儿？大哥，有事直说。我刚才看了，方中方太守管盐铁生意，这苏家以后的生意啊，还需要他的帮衬，所以我想让他参与进来。大哥，这赚钱的活多一个人可就多分一点，为什么要多带一个人？这你便不懂了吧？以后苏家做生意做大了，难免和他搭上关系，这样的人一定。大哥，需要我们做什么，我们一定鼎力相助。大哥，有事直说。哎，懂了吗？就这么办。不就是让方中主动去找你吗？我爹跟方中有公务上的往来，
稍加暗示就能达到目的。好，哎，大哥，我呢？你呢？安心回你的军中去，在府兵里发展嫡系，争取个将领、兵曹的头衔，未来我有大用。回去吧。嘿嘿，哎，成大事者必先布局，如今这步棋走对了，苏家就有未来。公子，您说对了，方太守真的找您了。哦，这么快就来了。好，现在准备好官服和礼物，我们去拜见拜见他。老爷也让你尽快去，不过老爷准备了些礼物。礼物？什么礼物？是银子，老爷准备了500两呢。苏大人的商人思维，送银子太直接。方太守是文人，得投其所好。这样，你告诉老爷，礼物我来准备。是。然后柔儿，随我去个地方。去哪儿啊？去一个你肯定也会喜欢的地方，而且还有给方太守的礼物。是吗？当然，本公子什么时候骗过你？方氏父子是文人，我的诗和万柳先生的字比银子管用，这礼物他们肯定喜欢。走。公子，这就是万柳先生的家啊？正是，万柳先生的墨宝天下闻名，我们向他求2幅字送给方太师，他肯定喜欢。公子，柳先生是饱学之士，我们什么都没有准备，会不会太失礼了？是哦，你不早提醒我。今天苏小友能来到这里，已经是蓬荜生辉了，哪敢再要您的礼物呢？见过万柳先生。苏小友今日来这里，可有要事啊？一直听闻万柳先生的墨宝天下闻名，特来求字2幅，回去闭目思观呀。墨宝好说呀，苏小友亲自在现场作诗，老夫亲自给你写。好，请。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。好啊！还有一首：天门中断楚江开，碧水东流至此回。两岸青山相对出，孤帆一片日边来。哎呀，好诗啊！此等佳作，老夫平生未见呐。好啊！这诗配字真是绝呀！先生若是喜欢，日后苏某再做几首送给先生。好啊！多谢先生。哎，柔儿，你去把这墨宝裱糊好，我要送给方中方太守。公子，你好厉害呀！走，咱们现在就去太守府。哎，公子，这太守府是不是很吓人啊？柔儿放心，公子什么时候骗过你？走。苏勋公子，苏某见过方太守，今日在府，不必客气。谢太守。早听闻苏公子大才，不知拜师何人呢？鄙人就是自学而已。哦，奇才呀！自学成才，却能随口成诗，承蒙太守厚爱。先生大才，若枯坐草庐，实在可惜。愿邀苏公子来太守府做幕僚文士如。
晚辈闲云野鹤惯了，怕不适应府内生活。苏璇，你……哎，无妨，各随己命，只是不愿意见大才，浪费田野呀。太守有所不知，我的家族是扬州商业世家，我一个商人的身份入了幕府，怕是多有打扰，多有不便。况且家族遭此大难，我必须得撑起家业啊。苏公子谦虚了，苏家戏言生意那可是扬州第一，不是那些杂学可以做到的。方太守平时也关注商业之事？哈哈哈，今日不聊商事，只聊苏公子的事。巧了，我今日刚巧让婢女把刚写的2首诗拿去装裱，这会儿应该要到了。早闻苏公子诗才，今日可以大饱眼福了。柔儿，快将此诗赠与大人瞧瞧。是。天门中断楚江开，碧水东流至此回。好诗啊，苏公子，才子啊！苏公子当为才子，你这朋友我交定了。倘若日后有任何人胆敢侵犯苏家，尽管上报，我一定帮你办。多谢太守厚爱。多少人送金银珠宝都入不了太守眼，这苏公子送2首诗就入了太守心，此子不简单呐！哈哈哈，苏公子，请。哎，爹，我回来了。哎，轩儿，方太守找你干什么？有没有为难你啊？哦，没有，方太守就是邀请我去他的太守府做官儿。啊，做官？扬州首府？对呀。你答应了吗？没有啊，我拒绝了。这不家里的生意我还得守着。你竟然拒绝了方太守的招揽，这是苏家多大的荣誉，多大的机会啊！你怎么这么担心？我就是拒绝了方太守的邀请而已，能闯什么祸？再说了，这家里的生意也离不开我。玄儿，方太守到底和你说了什么？你为什么要拒绝啊？我要做生意啊，这要是去做官了，谁来料理生意？再说了，这做官就要做有实权的，幕僚算什么东西啊？幕僚？方太守让你做幕僚？对啊，幕僚那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所以我拒绝了。你竟然拒绝了方太守的幕僚招揽，那是苏家振兴的机会啊！你快去向太守道歉，也许还有挽回的余地啊！你这孩子是不是疯了呀？放着大好的机会……哎，不至于。这幕僚不就是个没权的谋士，那就在那说主意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？父亲，要做官我会自己去考，但是现在得先把生意做好，把钱赚到，你知道吗？这世道，钱能解决大部分的问题。你还要继续从商？没错。爹，你别急，那太守也没生气，我们还一块喝酒呢。喝酒？你还敢喝酒？太守最讨厌商人耍滑头。哎呀，爹，别急，人太守没生气，我送他2首诗，他高兴着呢。而且他还说了，他以后会照顾咱们家。哎呀，行了，我也累了，那我先回去休息。你们啊，也冷静冷静。哎，这孩子，哎，嗯。啊，戏言有利，人命无常，莫要再做戏言生意。有人威胁我，哼！方中刚招来我，到底是谁？这个时候这么大胆？公子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哦，没什么。柔儿，这扬州城中有人善用匕首或杀人刺客吗？柔儿真不知道。不过，公子，你要是有危险，我们还是尽早报。报官是下策，他们既然敢来，就证明他们不怕官差。你去告诉陈二贵，
明天卖戏言，我随他一起去。可公子您身份尊贵，要是明天你也去，那些杀手知道肯定会动手的。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？这杀手竟然能把信送进我苏家，说明他们也是势力强大之人。与其坐以待毙，不如我们主动出击。那我们要不要先告诉老爷一声？不用，这个事我自己解决。龙家的酒厂最近有什么动静吗？沙家主，不好了！押送戏言的商队在城外被劫了，常夫也被抓了，要5000两赎金。戏言生意不是一直委托罗家在卖吗？怎么会在城外？少爷，难道是龙家？盐比钱金贵，劫匪真要求财，直接卖戏言就是了，何必多此一举要赎金呢？他们怎么说？说不给钱就把常夫杀了。老家主今天去外面谈生意了，怎么办呢？他们的目的从来不是常福，是我。难道我们不把5000两给他们，他们真的会对常福动手吗？这样，我们直接就去报官，我会让他们知道什么叫后悔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去吧。走。哎，苏大哥，你怎么有时间来找我？我们去修成楼吗？你这脑子想什么呢？你现在是统领，以后是要当将军的人。张统领，今日训练之事，您要不要亲自参与？毕竟过几天军内有大考。军内大考关我什么事儿？赵将军还能开除我？您还是去吧，要不然会被遣返的。放屁！谁敢遣返我？我爹是什么人呀？你小子也不行。是。敢问兄台叫什么名字？军中身居何职？你是何人？放肆！这是我苏大哥，你敢这么跟他说话？我叫苏洵，扬州一商贾，不知兄台有没有兴趣？我知道马匪在哪儿。此话当真？但是扬州城内哪有马匪？他们抢了苏家的戏言，并且威胁要5000两赎银。若拿下他们，方中太守定会记你们大功。这军费我出，怎么样？你只需建功立业，如何？好。禀报个屁呀！我是统领，去骁勇营点3000骑兵，1个时辰后城门集合。哎，不用那么多，500就够了。区区10几个马匪。是。走吧。哎，干啥去？骑马啊。骑马干什么？坐马车啊！我让下人准备了桂花糕、蜜枣，还有冰镇丝。我们是去剿匪建功的，不是去游山玩水当你的大少爷。是，苏大哥，别生气。骑马就是了。张统领居然听他的，这苏公子到底是什么人呢？连郑国将军的儿子都要听他的。哎，看什么看？我苏大哥教育我是应该的。有意见？苏公子，500精兵已到，只是不知道那马匪巢穴在何处，我让人去部署。无需找马匪，带好骑兵，随我踏平龙家。好，出发，踏平龙家。哎，先整队。列阵，目标龙家，出发。是。走。这龙家胆儿肥了呀，敢拦黄庭骑兵。你快去敲门。张强带队冲，踏平龙家。慢着，龙家敢私藏兵器，众将听令，300将士正门冲入，剩余100绕后段退路，还有100守住大营。记住，务必活捉龙庆。上！是，苏公子，正门队，给我上！冲！你，苏洵，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的，要杀就杀。我龙庆
绝不眨眼。大胆！你们龙家私藏兵器，袭击官军，随便一条都是诛九族的死罪，还敢放肆？哼！龙家有多少叛军，活捉多少人？龙家19名持械家仆被剿灭，还有20名男女眷被活捉，请苏统领发落。女眷20名，女眷？是。男的带回太守府赐配充军，女的全部充当家奴。明白。苏璇，事是我一个人做的，你不要太过分。说明你承认那盐车就是你绑架的了。不错，只要你放了我家眷，我把盐车完璧归赵。另外再告诉你一件机密的事情。什么事儿？我本以为隆庆只是针对苏家，没想到还有更复杂的事儿。先放了我家眷，我自然会说。别给脸不要脸，我倒要看看你背后藏着什么人，敢和官军作对。带回去，我们换个地方说，只是那个地方不会再让你这么舒服。把他带走。死去的将士领10两的银子。多谢苏公子。你这是干什么？快起来！苏公子，你有所不知，我们齐族抚恤金本就少，这些兄弟们都是自愿来的。将士为国捐躯，本是职责所在。苏家有钱，不能让死者寒心。喂，干嘛？怕了？你说你老子在战场上那么勇猛，你上战场上怕死，那就去把对面的人杀了。我哪有那本事？那些家伙冲过来的时候，我腿都吓软了。怕什么？怕有什么用？这么年轻，早死鸟朝上，不死万万年。回家。哎，那是苏家苏洵，怎么跟官军在一起啊？龙家平时多风光啊，现在成了罪犯。慢着，那位女子，我看你和龙家叛乱有关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苏洵，大庭广众之下胡说些什么？怎么，你也想一起去？碧瑶，你没犯什么事儿吧？我能犯什么事儿？不怕，有我在啊！你算什么东西？有你说话的份儿，带走！哎，谁敢动我试试？我是徐昂，知道我爹是谁？你们要干什么？要干什么？带走！这女人总是一副傲气样。柔儿说之前的事有猫腻，这次正好弄清楚。太守，苏公子，太好了，扬州有你这样的人，真是幸事啊！太守过奖了，举手之劳而已。快说说，你是怎么知道龙家是叛贼的？龙家抢了苏家的盐车，我来找张统领帮忙，在回来的路上刚好碰到了徐碧瑶和徐昂，我就顺便请来了。他们和龙家……义父，我……不必说，全听苏公子的。方太忠，你有什么权利在？太守，接下来我还要和张统领去山上剿匪，找回盐车，那我便骁勇骑你尽管用。谢太守。还有一事相求，不知可否借扬州大牢一用？哈哈哈，苏公子，你尽管用。谢太守，把这2人给我押入大牢。苏洵，你敢动我？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？苏洵，你疯了！你有什么权利这么做？太守大人，苏公子并非官吏，按律……哎，无妨。叛乱之事，知道越少越好。是，属下明白。押下去吧。走。义父，
龙庆，现在你不是龙家老板，我也不是苏家商人，有什么话赶紧说。苏寻，你敢对我用刑？我是龙家家主。哼，龙家家主。苏寻，你背信弃义！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，说。我说，兵器来源，制其目的，还有苏家盐车在哪儿？盐车，兵器在翠屏山。吴青虎在哪儿？你们别去，他们有好几百人。几百人算什么？我带铁骑踏平翠屏山。翠屏山易守难攻，没有我带路，吴青虎不会放盐车的。他还要5000两，否则你们那小伙计就……你们龙家应该有那5000两吧？你要动我龙家？先回答我，为何制兵器？哼！我本想好好做生意，龙家却算计我。龙庆以为吴青虎能保他，真是蠢货。还敢放肆？信不信老子抽死你？慢着，算了，带他下去。忘了说了，方中方太守令苏公子管这事儿，包括我的萧永琪。表，你想想办法，你找父亲吧。别说话。你们二位有什么要交代的？苏大哥，我跟你也无冤无仇的，你把我放了吧，你放了我父亲会给你很多钱的。你觉得我苏洵缺钱？那你想要什么？你跟我说，我都答应你，我都跪下，叫爷爷，从此不准踏入扬州一步。爷，滚吧！哎，苏大哥，真有你的！少拍马屁。你要干什么？说说吧，醉月楼的事儿到底怎么回事？就是那天你喝醉了，让我陪饮作诗。饮酒作诗，然后我就强要你。啊，对，就是那样。好啊，现在就去找贱婆。如果是真的，我饶了你。走！我不去，我不去，我不去！最后一次，说实话。我说，是许昂安排的，他想整垮苏家。原来如此，大哥，那你没碰他，岂不吃亏了？瞎说什么？我告诉你，这饭可以乱吃，话不可以乱讲。我跟张强是方中方太守钦点的隆庆案主查，你要是胡搅蛮缠，阻碍办案，休怪我不客气。真的是被骗的，都是许昂，他许了我好处，才替他办事的。你们要抓，就去抓他呀！许昂，那个见了我就缩脖子的懦夫，有这样的勇气？我大哥说的对，那徐阳在我大哥面前连屁都不敢放，你敢骗我们？没骗你们，是真的。好，那你就承认之前强迫你的事就是假的。我承认是假的。你要惩罚我吗？惩罚是弱者玩的东西，我不用。那你原谅我啦？也不存在原不原谅，但我需要你为我做件事情。什么事儿？查清楚徐阳为什么要这么做，其次他背后的人是谁。
想必这对你来说也不难吧？我要是没查到，这事儿对你来讲并不难吧？查到了就来苏家找我，但是别让我等太久。他以前明明是个连酒坛都搬不动的纨绔，现在怎么像只要飞起来的鹰？大哥，那柳碧瑶喊你被人骂了半个月，就这么放了？不然呢？给他关牢里打一顿，照死打。不是，可他……哎呀，他只是一枚棋子。这苏家倒台之后，谁赚的最多？龙家。走，去翠屏山。胡哥，龙庆不会放我们鸽子吧？时间到了都没来，是不是骗我们？龙家敢骗我们，我屠他全家！我跟他约定好了，5000两出手盐车，我分3000两，他分2000两，现在连信儿都没呀！大哥，防人之心不可无啊！听说苏家苏洵最近在扬州风头正劲，这龙家是不是套路我们呢？走，进去看看苏家仆人。哼！我呸！放肆！这是翠屏山大当家吴青虎。你才放肆！我是苏家大总管，你们要是敢动我家公子是不会放过你们的。苏洵，苏家家主？没错，苏洵就是现任的苏家家主。我再告诉你，我家家主可不是普通人，他是绝世神医，是胸有韬略的商贾，而且是我们现在苏家的现任家主。长夫，你被抓了这几天，你主子都没来救你，不慌？我慌什么？你现在可以嚣张，不过你不会一直这么嚣张下去。你们先回去。哎呀，干什么，大胡子？你老子要确认苏洵是何许人也？我们苏家现任家主。他有什么本事？哎，来，刚才我已经说过一遍了，好话不说二遍。呸！哎呀，你以为我不敢杀你啊？哼，你当然敢，你可以杀我，而且尸体你也可以藏得天衣无缝。不过你最好别这么做，你要是让我家公子知道，我家公子就不会放过你的。哼！你以为老子真不敢？老子是亡命之徒，杀一个够本，杀2个赚1个。哎，你当然敢。不过你要是杀了我，我家公子一定会扒了你的皮，抽你的筋，替我报仇。你，我现在就去砍了什么狗屁苏洵的头，不让你嘴硬。哼！哎，大哥，500人是不是太少了？要不找支援？10几个马匪，500人还不够，要你统领干什么？回家抱孩子。那怎么办？平时训练也没学过攻山，总不能骑马冲上去吧？骑兵善于攻平原，在这山地里，骑兵只能是活靶子。我要的是零伤亡。张强，下山去找一些猎人，他们比我们懂山。是。大人，小老儿没偷没抢，求您饶命啊！老人家别怕，我们叫你来是问话，不是拿人。为什么？翠屏山的吴青虎知道吗？知道，那个恶棍不仅抢我们的猎物，还烧过我们家茅棚。官府要剿他们吗？太好了，我们愿意帮忙。不知老猎人是否知道通往吴青虎山寨的路？他们老巢在山的最深处，只有一条路可以到达，还是在这个悬崖上抠出来的。我看你们这么多人，怕是不好上啊。你们钻山这么多年，想必应该知道别的路吧？待我们找到路，这些赏银
也归你了。哎，我年轻时20岁的时候追野猪，翻过山脊有条小路，虽然很窄，但能走。我带你。长者，您确定我们这么多人可以平安通过吗？老头子年轻时就知道这条通往吴清虎巢穴的路，虽然窄，只有我知道。好，那多谢长者了。哎呀，不敢，我这老头子在山里打猎的，哪敢称长者？你比我年长，自然是长者。那既然如此，那小老儿我就带路吧。张强，大家听好了，谁能活捉吴清虎，本公子大大有赏。出发！听我令，跟我出发，活捉吴清虎！上！大哥，你给他们钱做什么？方太守的命令，他们不敢不遵。你不懂，这呀，将士和统领之间就应该有这样的感情，否则在危难的时候就会弃你而去。像大哥待我那样，袍泽之情，统领和手下有不一样的感情，学到了吗？各位大人，我们到了，前面脚下就是吴清虎的山洞了。老人家，这洞穴怎么朝下呀？老人家，这明明是个黑洞，你怎么说是山洞啊？您是不是搞错了？没搞错，我们已经走到吴清虎的头顶上，只要你们下去，就能轻而易举捉住他。是吗？那咱们就各凭本事喽。将士们，今天也该行动了，让我们好好收拾收拾这帮马匪。10两，活捉吴清虎，活着，本公子赏银10两。大家听我号令，杀进翠屏山，活捉吴清虎。到时候本头领将会为大家请功。活捉吴清虎！所有人给我冲！谁是吴清虎？你就是吴清虎，胆子不小啊！敢在我大汉皇庭闹事。你是什么人？我便是苏洵。你是苏洵？你怎么进来的？说，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？老子才不说，横竖都是死，也不屑跟你说话。哎，大哥，跟这些人废什么话？抓进大牢就老实了。这吴清虎要真图钱，直接卖盐车就行了，何必等我送钱？还能拉拢隆庆这样的商人，这背后肯定有问题。苏公子问你话你还装，找死是不是？你干什么？不说你这嘴就别要了，说！苏公子，我说，到底怎么回事？这都是为了白莲教的祭祀大业呀！白莲圣教？哎，大哥，白莲圣教是什么？你在白莲圣教担任什么角色？还有，你和白莲圣教什么关系？我就是一个教外之人，每月送银子，3年才能成普通教众。白莲圣母说，成教众死后能进天国当神仙。骗子！我告诉你，人死了便什么都没有了。哎，大哥，苏家的仆人常福还被抓着吧？常福藏在哪儿？说话找死啊！带我们去。好的，苏公子，我带你去。你看能不能松绑啊？你说呢？不是，这个行动不方便。那要不把你胳膊砍了？我带你去。常福，怎么样？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公子，咱们赶紧走吧。吴清虎要是发现……吴清虎啊？公子，你果然厉害。苏公子，你看常福和盐车都找见了，我们走吧。走？这翠屏山风景这么好，我想好东西不少吧？我可舍不得走啊。这就一个破山岭，没什么好东西。没什么好的，你确定？是。
说。有，在哪儿？树后。张亮，果然，这山洞里藏着他不敢让人知道的秘密。发财！大哥，这里的钱至少10几万两黄金，交官府太可惜。对呀，家主，这官府不全是好人，咱苏家要有这钱，怕引火上身吧？今日之事，谁都不许说出去。常福，吴金虎想要逃跑，袭击本头领，现已被本头领击杀。张亮连训练都完不成，怎么可能杀人？众将士，今日剿除马匪，解救我苏家家仆，我回去必会向方太守禀明，为大家封赏。多谢苏公子。好，今日本公子也累了，大家回城吧。家主，你有心事啊？常福，跟罗长宁订的卖盐是在城区，为何把盐车开去了郊外？哎呀，是域外商人说要买1车盐，他们出手大方。我看最近盐生意做的也不好，所以才决定去见他。结果这一出城就碰到吴清虎。域外商人？你见过那个商人吗？见过一次，他们挺讲诚信的，要不我不敢信他们。这域外离扬州城如此之远，怎么会突然冒出来？他们黑矮语言不通，对戏言很感兴趣。平常卖水果，而且对大汉很是崇拜。听上去倒像是南方的蛮夷。你觉得吴清虎会勾结域外？我觉得不会吧，要么是巧合，要么是龙家陷害你。龙家、白莲圣教、域外商人，这扬州城的水也够深的。但是敢找事儿，那便走着瞧。家主，咱们要不要收缩产量？要扩张，盐是刚需，每个人都用得上，再乱都得用。那就吞并龙家和他们的酿酒市场。有点商业嗅觉啊。不敢，就是最近啊，只是听商贾闲聊，比起家主还是自愧不如的。以后呢，你跟柔儿好好配合，把这扬州的生意做大。哎呀，不行，我就是个奴仆，担不起此重任呢。这未来啊，苏家的生意要做大，怎么会困在这扬州呢？现在不学，以后慢慢学。好。对了，有没有？少爷，这前面啊有一家扬州特别出名的杨家烧烤，他们家的烤肉啊，肉质肥美，咬一口满是油脂香，真的是人间极品啊！烧烤在扬州城里穿越到大汉半个月，天天吃死面汤饼素饭，这嘴里都快淡出个鸟了。这烧烤2个字儿简直是天籁。家主，这你有所不知，这扬州烤狗肉虽然不如沛县，却也有100年历史，而且他们家牛羊马豚鸡品种齐全，你想点什么就能点什么。不错。龙家的酿酒业刚吞下来，要是再加上烧烤生意，这不妥妥垄断扬州美食？到时候苏家就是扬州人的。这样，你去营里把张亮叫来，就说我们一块儿去考察烧烤的味道。好，小的这就去办。家主，人来了。大哥，你说请吃烧烤是真的？不会是骗我帮你搬运酒坛吧？我骗你做甚？
不过你今日晚上晚归军营，会不会挨军棍啊？哎，能有什么事儿啊？我让张强说我摔了腿，请假3天都成。你小子就这种鬼主意最多了。行，那就吃个烧烤吧。好久没吃了。好，常福带路。这边出发。走吧，大哥。待会儿尝尝怎么样啊？几位军爷客官，里边走。请问是住店还是吃食啊？哦，我们来吃东西。听说你们杨家烧烤的酒肉出了名的好啊。那是自然，咱们杨家的烤肉，连方中太守吃了都竖大拇指，比京城的烤四还香。哦，那你倒是说说，你们店有什么特色呀？最出名的有烤羊肉和烤狗肉，还有上等稻米酒。烤葵菜、云菜也嫩得很。请问爷要先点什么？好，那就先来3斤烤羊肉，2斤稻花酒，不够的话我们再添。行。爷，这3斤羊肉就得1贯钱。哎，你个小二，怎么这么不长眼？这可是扬州苏家家主苏洵公子，你还怕我家公子付不起你钱呐？不敢，原来是苏公子。小人有眼不识泰山，我这就让后厨加火，您先坐稍等。常福，你也别站着了，坐下和我们一起吃吧。少爷，我这家仆坐着不方便，我还是去别桌吃吧。哎，没事儿，都是一家人，别客气，坐吧。谢谢少爷。来，谢谢少爷。开动吧。尝尝。你小子会找地方啊。这是我来这儿吃的最好的一顿。要是兄弟们在训练和作战时也能吃上烤肉，战斗力肯定能更强。军中吃的都是晒干的粟米，难吃还不能。这可不行啊！大汉官军是守疆域的防线，如果连肚子都填不饱，怎么百战百胜？你们在前面流血，我们老百姓也不能让你们受委屈啊！谢谢大哥，可军中人数多，烤肉成本太高，没法让所有人都吃啊。成本可以想办法降嘛。大汉重农轻牧，农作物靠天吃饭，可游牧民族养牛羊稳定，这才是他们的优势。苏大哥，你是想养羊？这样还得从长计议。这样，我用1个月的时间做一套改善军中伙食的事，要让军中的人都吃上肉，改善大家的伙食。大哥，你真要做这件事儿？扯上官兵，万一……官兵也是人，吃不好饭怎么打仗？这生意我做定了。哎，公子，这是洪福用您教的发明技巧做的。您看，这个像铜钱，这个像元宝。这个我吃过，比我上次吃的那个桂花糕还好吃。这府里面的人都爱吃吗？福伯连吃了3块呢，就连厨房里的阿菊都闹着要学，说要给他儿子做。公子，你快尝尝。荀哥哥，这是甜甜吃过最好吃的糕点，比私塾的枣泥糕还要甜。小甜甜今天去没去私塾啊？万柳先生有没有罚你抄书？今天先生有事儿，不过先生说我背的《三字经》最顺。真厉害。万柳先生是扬州第1大学士，能收甜甜入学，真是多谢。姨娘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再说了，甜甜这么聪明，该去上最好的私塾。对，以前是我小看你了。你和罗家合作戏言，整垮龙家还有剿匪的事，我都知道，真的多谢了。姨娘，咱们都是一家人，不说两家话，你再夸我，我都不好意思了。荀哥哥吃，甜甜留了最大的元宝糕给你，在厨房里温着。谢谢甜甜。
公子，我去拿，您在这等着。嗯，好。公子，快尝尝。好。蜂蜜奶油香，确实勾人食欲啊。哎，吃起来确实不错。洪福呢？啊，洪福在后面做发面呢。他成日不吃不睡，简直就是个厨师狂魔。倒还真是个吃人。走，我们看看他去。洪福，苏公子来了。哎，苏公子，发面技术学得怎么样啊？学的差不多。哎呀，您教的呢也比较细，我要是学不会，倒成笨瓜了。哈哈哈。就是这软面吧，我就没琢磨出来特别好的做法。你现在糕点做的是不错，不过就是这个思路还是太死板了，是不是还抱着你烤饼的老一套呢？什么思路啊？这糕点和烤饼不一样，你缺的是能提味的新配料。配料？什么配料？您是说我做烤饼的时候是缺点什么？倒也不是说缺什么东西，只是你对于糕点的理解有问题。你是不是觉得就跟你做烧饼一样，加点糖做的松软一点，它就变成糕点了？不就是这样吗？哎，当然不是。这糕点是以谷物、豆类等为原料，经调制成型熟制，还能加奶油，还有可可作为配料，这样的一种食物。不过现在倒是没有这些，就先打算教你做馒头和包子。这馒头包子又是个什么呀？这个得慢慢教你，从揉面发面开始，做好了能挣大钱。行，苏公子，听君一席话，胜读10年书。您说的我都好。我来教你揉面，你记住这个揉面的力呢要均匀，让面每一部分都受到你的力。哎，使劲儿，再捶打捶打面团。不错，可以。我收洪福不过是想让他帮着赚钱，可他这副虔诚样子，倒让我有点不好意思。加油！柔儿，最近老爷在干什么？我回来之后好像没看到他。老爷，老爷在商量您和罗家的沈小姐的婚事。婚事？我苏家和罗家本来就有合作关系，而且两家又门当户对，议亲不是再正常不过的事。柔儿，你家公子要成婚了，你怎么看起来这么不高兴呢？哪有？公子要成婚，柔儿哪有不高兴的道理嘛？这小嘴儿还硬着呢。哎呀，我和那个罗小姐就见过1次面，你说现在来议婚，那不天方夜谭吗？那公子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要娶的当然是柔儿你呢。再说了，我现在是这苏家的家主，我想娶谁就娶谁，我说了算。真的吗，公子？柔儿真的要嫁给公子了吗？当然了，我这不仅要把这生意做遍全国，我还要最知心的人在我身边。以后咱们就